一旦美国倒下，谁最先不同意？不是欧盟，不是英国，更不是日本，是中国。这个答案是不是有些意外？甚至是美国越强，中国越安全？听起来是不是有违常理？按理说，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只要美国倒下，中国就能迅速顶上，这难道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还真不是，相反，事实上，就算美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也不能让它倒下。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存在一天，中国就能专心搞发展，一心一意搞经济。然而，如果美国倒下，世界肯定就要乱成一锅粥，中国就得天天扑火，事事操心，哪有时间发展自己？现在有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在，中国倒是能腾出手来发展自己，闷声发大财。不仅如此，全世界都明白的一点是，美国最大的权力不是航母，也不是硅谷，而是美元。众所周知，全球贸易结算货币迄今为止依旧是美元。这意味着美元一倒，中国最先倒霉。理由很简单，中国手里握着众多的美债，早些年间中国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时候，被迫买了很多美国国债，这背后是让出的出口红利、改革红利才换回的外汇。虽然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逐渐减少美元外汇，积极落实人民币结算，但在短时间内，中国依然是除日本之外拥有美元外汇最多的国家。这就意味着美国倒台，这些外汇就要变成废纸。更严重的是，美元霸权的崩塌将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世界金融秩序几乎在一瞬间就陷入混乱之中。所以美国绝不能倒下，至少在人民币结算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不能倒。目前中国经济虽然能依靠内循环拉动内需，但外贸仍然是经济的另一条腿，一条腿走路还是有局限性，所以即便能实现经济内循环，还要有外贸这条腿。而放眼全世界，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也就是美国了。中国是世界第1制造国，那谁是最大消费国？答案是美国。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大多都运往了美国，赚钱的同时也撑起了几千万的就业人口。那美国倒了，这个最大的客户就消失了，没了订单，哪还有市场？中国内循环再强，也没法在短时间内填补外贸的缺口。所以到目前为止，要实现去美元化并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再来看看美国倒下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影响。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很多的关键技术标准等也要靠从西方进口，尤其是在芯片、光刻机等领域。目前中国在芯片、光刻机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不过想要超过美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更何况美国一倒，意味着美国高科技企业也将不复存在。最先倒下的自然就是谷歌、苹果、微软、特斯拉等这些大企业，他们一砸，也就意味着全世界的科技链的迅速中断。紧接着，中国自己的高科技公司也将受到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为、腾讯、阿里这种全球布局的高科技企业。所以美国倒了，中国更强这种说法本质上就是自欺欺人。美国倒下，中国的科技梦也将孤木难支。相反，有美国的存在，中国就有进步的动力。美国这个强大的外部压力、长期的封锁与打压，不仅没让中国倒下，反而倒逼了中国在经济、军事以及高科技产业领域发展出了完备的产业链。军工业卫星导航系统在全球成为了数1数2的国家。换句话说，没有美国的打压，中国或许还真不能发展这么快。别的国家是一打压，一吓唬就怂了，迅速交枪投降，但中国可不一样，中国骨子里的血性就是越战越强，越挫越勇。这也让美国十分头疼。几十年的封锁遏制，倒是给自己弄出个最强对手。如果说以上的影响还主要来自经济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聊聊政治、军事上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简单分析下，美国如果出局倒下，谁最开心？当然是俄欧。没有了美国的制衡，俄罗斯凭借着强大的核武库，不仅能独享资源，还能联合欧盟争取利益最大化。别看现在俄罗斯和欧洲各国一副水火不容的样子，实际上只要美国倒下，俄欧为追求自身利益迅速抱团也极有可能。如今欧盟和俄罗斯势不两立，也不过是因为有美国压着欧盟，强行逼迫欧盟战队远离俄罗斯。而俄罗斯呢，现在虽然看着和中国在同一条船上，不过那也是逼不得已。俄罗斯一直亲欧，可惜欧洲不带他玩，俄罗斯没办法，只能将精力重新放回亚洲，选择和中国手牵手一起走。那么美国还在一夜之间彻底出局呢？俄罗斯还会这么选吗？恐怕未必。要知道，普京当初可是喊过欧亚一体化的口号，可见他对欧洲还是存有希望的。
美国倒下，俄罗斯牵起欧洲的小手，那可太有可能了。当初苏联冷战就让美国的那些小老弟，欧洲的各国有了分一杯羹的想法，表面上对美国言听计从，实际上却各有各的小算盘，都在暗地里计算怎么争话语权，怎么分块大蛋糕，历史历历在目。美国要真倒台，这些聚力而来的国家会老老实实的甘愿屈居人下吗？当然不会。事实上，随着美国的倒下，中东将彻底成为脱缰的野马，伊朗、以色列大战将随时可能爆发，紧随而来的就是石油价格飙升，世界彻底乱作一团。而日本和韩国失去了保护伞，有朝鲜这个共同敌人在，你想想，这两国会是省油的灯吗？答案必然不会。到那时候，两国必然将军事化彻底贯彻到底，甚至会将千方百计核武器装备合法化。总归一句话，美国不能倒，世界不能乱。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些年来中美两国虽然都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却也仅仅停留在打嘴仗上，双方心里都门清，擦枪走火的事儿绝不能干。美国一直充当搅屎棍，却不敢在俄乌冲突中亲自下场，拖慢自己的节奏。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也不想变成第二个苏联，而中国也是暗自和美国较着劲，靠着美国对自己的不断打压，直接倒逼经济军事的全面升级。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顶级的对抗不需要真枪实战，双方压着劲，让对方不能太好过，却也不能太拉垮。一旦一方垮掉，另一方将瞬间失去方向。因此多年来，中美双方都体面地维持着表面的风平浪静，为的就是不让第三方势力趁你病要你命。所谓温水煮青蛙，美国可以一步步退烧，但绝不能轰然倒塌。各方势力早就虎视眈眈，寄希望于美国倒下，自己能趁乱分一杯羹。各种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灰色政权本就蠢蠢欲动，必然会趁此机会捞上一把。真到了那时候，中国就再有能力，也无法短时间内解决全球乱局。美国倒下，非但不会让中国真松口气，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外部问题。不过，就在外界以为美国会倒下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却是，美国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迅速崩溃，反而在某些方面依旧有着老大风范。尤其是在面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问题上，美国虽然为乌克兰、以色列提供武器，联合欧盟制裁俄罗斯，却始终坚持绝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前提下，依然能维持自己影响力。亚太问题上，美国也是煞费苦心，不断调整战略，加快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加大军事投入，实现亚太地区的多方布局。可以说，美国也在尽一切的力量继续维持自身在全球的影响力，坚持当世界的老大。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美国坚持维护自身地位和影响力是再好不过了。如果美国能顺带解决自身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的问题，就更好了。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还能折腾，还能避免世界大乱套，继续控制欧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国离倒下的日子也就越远。所以，中国是最不希望，也最不愿意让美国垮掉。如今的美国虽然不如当年强壮，但依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说白了，它存在虽然对中国来说是威胁，但同时也是动力。中国还没有接过主角的打算，继续让美国停留在当下的位置，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美国可以弱，却不能倒。当下，美国的稳定就是世界的稳定。美国虽然大搞霸权主义，但同时也是美国在撑场。大国的博弈从来不是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深的是利益的多方考量。至少在中国没打算成为主角的时候，美国还要继续当这个世界的老大，这是现实，也是最残酷的答案。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
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比如，有外国网友就在国外知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指责美国某些地区的治安环境过于糟糕，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无能所导致的结果。面对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反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中美双方的民间交往活动。我们在观察了目前中美两国的政治态势之后，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当前主导美国政治局势的政客大多都崛起于冷战期间，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经常会说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旧观点。这些政客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大量冷战时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更加强大的苏联，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成为苏联。苏联在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了数十年的争霸博弈，但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而是想让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
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奉行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中国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曲。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